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三宣布对预备役人员进行部分动员，将征召30万名预备役人员，以增加俄乌战事中的兵力。普京周六补签了一系列和部分动员令相关的法律，对主动投降逃兵和不响应征兵令者处以最高10年的监禁。而对于普京在讲话中称，如果国家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将使用一切手段反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美国一直在私下里与俄方就有关核战争言论进行沟通，但拒绝透露美国将如何应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具体细节。俄媒称，俄罗斯部分动员令下达之后，首日有约1万名公民主动到征兵部门报到。据悉，俄罗斯新兵的工资待遇大约为每月16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万元左右，是俄罗斯全国平均月工资的3倍。此外，俄罗斯政府还计划从今年起到2025年，增加在国防、安全与执法方面的投入，总额为34万亿卢布，约合4.2万亿元人民币。另据央视军事报道，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副总理格里科娃表示，所有被动员征召的在职人员的工资仍由雇主不间断正常发放，直至劳动合同到期结束为止。此外，被征召人员还有权选择提前退休。不过，也并非每个俄罗斯青年都愿意响应部分动员令。在莫斯科等地有反对动员游行，全俄范围内有约700人被逮捕。针对有西方媒体报道称，俄罗斯的国际航班预订几乎满员，机票价格上涨的情况，俄罗斯媒体澄清称，并未出现离境潮，机票也没有那么贵和难买。周五开始，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入俄公投进入第2天。乌克兰议会谴责俄方举行的公投，表示结果是不可接受的，希望西方的盟友们能提供更大的帮助。七国集团周五发声明表示，永远不会承认这些公投的结果。普京上周三在发出征兵动员令时就表示，准备使用一切手段捍卫俄罗斯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对于这一表态，西方再次炒作起俄罗斯发出核威胁。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地时间25号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上称，美国一直在私下里与克里姆林宫就有关核战争进行沟通。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Moscow hear from us and know from us that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horrific, and we've made that very clear. CBS 称，布林肯拒绝透露美国将如何应对使用核武器的具体细节，不过他承认对此美国政府有一个计划。节目播出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受访时表示，美国将就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任何行为做出果断回应，俄罗斯因此将面临灾难性后果，美国和盟友将做出果断的反应。And we have communicated directly, privately to the Russians at very high levels that there will b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Russia if they use nuclear weapons in Ukrai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spond decisively alongside. 据俄新社25号报道，针对沙利文的言论，俄罗斯国家杜马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奥列格·莫罗佐夫表示，美国无非是想让世界相信核威胁来自俄罗斯。上周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言，为特别军事行动辩护。他表示，国际机构并没有发挥寻求妥协的作用。他谴责美国及西方盟友以经济制裁取代外交手段，在多边讨论中压制不同观点，而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将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消耗品。То, ч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нынешнюю ситуацию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как, в общем, оселок, по которому будет измеряться их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оставаться гегемоном, это для меня очевидно. Почему? Вот я не сравниваю эти ситуации, но когда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 свои авантюры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в Югославии, в Ираке, в Ливии, когда в Сирию вторгались без всяких на то прав, они объявляли зоны, Афганистан то же самое, они объявляли зоны своих интересов территории за 10 тысяч миль от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берегов.